来，新玩具也不是那么像翻新的玩具，叉社的杯子的一个重新翻新的版本吧。之前的那个叉社杯子确实做工不咋地。先来看一下外包装盒吧，这一回翻新的和之前的外包装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能力数值什么的这些也都有。叉社的一贯包装风格。纸品方面，说明书全彩印刷的，这个指示其实挺难看懂的，还是看视频来吧。人物卡、信用卡的材质，配件量还是比较丰富的。首先，两个目标战士的小人儿，一个鲨鱼精尾巴的流星锤，而且上面都是每一节的球形关节。这个阿尔西狂喜吧，这个好平啊！这个杯子标配的枪，两个替换手，3张替换脸，还有这雕雪茄的面庞。另外还会有一个头顶，就是可以把一个秃头的圆顶子换成这个小平头。然后来看实物吧，车型方面吧，其实还是挺还原记忆动画里边老杯子的那个感觉，而且整体包裹下来的以后，基本上也看不出来人形时候的一些元素啊。其实杯子这个变形设计挺偷换概念的，当年的86大电影到了末期以后，这些新角色出来就更加的圆润了，它不会像老时代的动画片里边的角色那么方方块块的，反而这样给设计师出了很多这样那样的难题。但是其实说回来，杯子已经有很多的成功案例了。FT 杯子那个时候我觉得就设计不错，虽然 FT 的杯子变形也很复杂，但它两个形态切换下来以后，变形还是挺好玩的，两个形态还原度也还可以。然后官方86线 SS 这边86的那个杯子处理起来的效果简单巧妙，它没有多少的变形步骤，不过在一些里外面的翻转上边也能把杯子人形圆润的那种感觉做出来。而叉社这回呢用了很复杂的设计，自然它也是最还原的那种效果嘛。可能有人说这个叉社的这个杯子设计的太过复杂了，而且它身上的这种车型看到的这种合缝线也是很多很乱的。其实还好，你只要理解它的变形步骤就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有可能一些朋友没有玩过这个杯子的原版。今天我把这两个杯子都变完了，感受了一下，我会发现啊，修正版原来真的修正了不少的东西。你会觉得虽然说变形比较复杂吧，但是如果理解它变形结构之后，这些扣子左右搭合的时候，你变到了位，这些扣子一扣上去，这块能密合起来，效果还是不错的。而原版的这个杯子啊，就到了最后这一步的时候，这些地方是完全扣不住的。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左右的调整有可能是胯部这里吧，这些地方因为太紧漆太厚了，或者说有轴歪的现象什么的啊，这些地方没有变形到位。你如果变不到位，这些扣子是根本搭不住的。你搭不住的话，就环环相扣，一环套一环，到了最后车密合不了，就炸开了。这个我已经尽力了，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变它，还是这个样子。怪不得当时人们第一批这个杯子哀鸿遍野。还好吧，这回的这个修正版变完了以后，这一块最起码扣子都能扣起来啊，密合起来还是挺严实的，而且胯部这里的这些卡扣都能卡到位，哎，这个就好多了。究其根源还是啥？叉社的这个设计问题。我说的其实叉社的这个根本的原因是它的设计师这种逻辑概念和我们所印象当中认为的那种变形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把两个形态切换的过程中的那些零件，他怎么去避让，怎么去过，干涉的相当严重。再加上杆子比较多，有的地方它那个杆子上面就是一个小螺丝或者一个小铆钉，一不小心这个地方就容易挣裂了，或者说那些地方你别的时候别不过来，就容易把那个很纤细的那个穿的轴或铆钉把它顶崩掉。所以呢，这一款杯子尤其确实第一批的这个做工要差好多好多。修正版这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当然也是有一些缝隙吧，可能也是第一次变并没有调的那么细，稍微细调一下应该会严丝合缝了。原版和这个修正版最大的区别就是车窗的这一块的涂装，原版这里涂了一个是浅蓝色的这个实色，
这一款修正的呢，它有点像金属漆的那种深灰色的玻璃，可能区别最大的就是这些吧。其他方面配色倒是没觉得差异在哪里。好吧，我们直接开始变形。变这个之前，我们先把2个目标战士小人变了。其实一个是杯子的，另外一个好像是给热破用的。把这2个卡扣打开，然后往上一翻，其实变形也是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小人就变完了。然后杯子自己的这个警棍呢，它这里有个 C 型的双卡扣，可以卡在车屁股后边，这里有2个卡槽。也算是在车型的情况下有一个搭载吧。警棍的变形跟这个大同小异啊，也是这么一翻，好，也就变完了。目标战士我们扔到一边，镜头咱们尽量拉远一点，给个全景啊，因为这一块解说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首先我们要拆开腿部后边的这一片，其实这个一体性还可以。这一回的这个修正版，你变完了之后，这些卡扣都绷住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散开的。首先我们先要打开这一块的卡扣，揉一下，在这个下方这里有一个很长的扣子，把这个打开。料子还行，如果说用那种差的料子的话，其实有点撑不住它这个复杂的变形设计啊。侧面这里还有一个卡扣，卡在了大腿侧面的一个凹洞里边，这里也不要忘记。好，先把它都卸松开，然后这一块也松脱开。它这里是2个夹形的扣子，上边的一个方槽，下边这里还有一个钩子。这个料子呢，应该是那种比较带韧性的尼龙料吧，应该是掺了一些尼龙啊，韧性还不错。我们直接把这一块先掀起来，把这个后盖让过这2个小钩子，先撇回来，2个小钩子先定好位置，然后侧面这里把这一片打起来，旋转180再盖回去，盖回去以后压瓷实了。接着这侧面的一个小卡扣，把它定好位置，先把它的背包整理好，这块我们就不用管它了。变到这一步，注意啊，打开前裙甲的2个挡片，胯部这里有一个双段的关节，我们把这里双折往回摇，腿摆摆正。这也是影响到你最后车型能不能密合的一个关键点。如果说这2个地方折不到最底部的一个90度打下来的话，这块的卡扣就无法密合，所以你后边车型就炸了，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接着我们来变腿部，一条腿一条腿的来吧。首先这里我们要先打开这儿的一个锁定的边，往起翻一个90度，你翻开这个90度，这条腿的后边才可以方便打开。脚摇一摇出来，然后把脚部下方的这个滑道拉到底，脚尖儿、脚后跟翻开，旋转180，转到这一侧来。脚底这里有一个合金件的一个小棱儿，记得把它压到里边去。还有一个小细节，这里有一个小的拨片，看到没？这个凹槽里，把这里往下拨一点点，使点指甲，往下一抠，脚面子的这个凹槽就顶起来了，就把这个脚这一块顶平掉了。然后我们再来变下边腿部。这一块往出抽，整个的连同轮子直接抽到腿的内侧来，抽到里边，然后从这边翻开看，这里有一个小棍子，把它立起来。这个小棍子很关键，是一个支撑的点。然后说明书倒是没有画这一块的一个零件，要不要翻起来？我觉得应该会翻吧。接着小棍子会对应这里边的一个凹洞，然后你会发现这上面有一些保护膜。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撕掉了，保护在里边的，然后插合进去，这片应该我觉得是堵在这里吧。掰之前呢，这还有一个板子，小腿板给它打平，然后我们对准，
把这里边的卡扣都顶到位置上，然后这个轮子下方的滑道，注意看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纤细的滑道，这是一个容易忽视的点。哎，定好了，卡住，就把这个轮子藏到小腿里边，然后再往里盖。后边这里的卡扣顶上，哎，现在就变回来了。然后再把这个锁边旋转一个90度，把它锁住。好，这一条腿就变完了。说起来吧，其实就是几个锁定的位置。腿部的变形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大腿根部这里往里滑，这块整合好。好，这条腿变完。另外的一边我们就快速的抠这一块的时候有点紧，打开这里，然后脚丫子往起翘一下，脚后跟这里拉开，接着把这儿整个的撬开，然后拉到底，旋转180度，这一条放进去，然后把这个小窟窿眼拨一下。原先它这个地方变形成车型的时候得跟这么压进去，它为了给这个轴腾空间啊，现在变回人形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顶起来，让这个脚面子弄好了，然后腿直接拉展，把这一块打起来，这个保护膜也撕掉吧。然后这一面小腿板跟这儿立起来，哎，放好。这个时候就往里贴合，注意这些卡扣的位置，脚丫子归位。好，插回去，把这一块90度翻过来锁定，脚掌放好。现在下半盘就变完了啊，这个别忘推到底，两条腿搞定。其实这款杯子的变形还是上半身比较有难点吧。我们一点一点的继续来拆，首先把这个扣子拆开，左右打开，然后注意啊，它这一块中间的这根合金杆子连接的时候是压在这两个板子凹槽下方的，所以这里避让的时候呢，需要借助一点韧性，把它挪过来，一边一边的挪过来，好了，拉起来，然后180度往上翻，贴合上去，这一块再往上翻，堆叠一下。先放到这儿，腾开我们所有的空间，接着继续的往松拆，让过来这边的卡扣，我们往下翻，G形态。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裙甲这里全部折叠回来，贴在屁股蛋上，侧裙甲翻下来，腰部这一层也就变完了。再往上，这个难掏了啊！首先，我们先解开车头这些地方的卡扣，这块的卡扣，得一层一层的去解锁它。哎，这块保证这地方所有的卡扣全部卸松掉，然后从这个位置拆开这里的两个卡扣。好，卸松了，哇，现在已经解得很乱了。然后这里还有两个卡扣，把这儿的卡扣卸开，全部腾开空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腾空间，一点一点的来。首先我们先掏脑袋，但是掏脑袋的时候，我们发现胳膊又绊住了，避让。胳膊延展开，别忘肩头下方这里也有两个滑道，先挪，这两个滑道挪，先挪开空间，把脑袋从这里边掏出来，这是第一步最重要的。脑袋掏的时候，记得把这个小板子先折起来再翻。好，过来。
头直接伸出去，先不要管它。然后我们需要把胳膊和轮子换一下位置。这个时候的轮子我们要转到里边去，而这个时候的胳膊呢，又在这里有一点点阻碍啊，所以还是要借助这个滑道，然后把这一块挪开，腾空间，完全调一个方向。好，现在就进去了。这里记得前方的卡扣得拆开。就是轮毂上方这里的2个卡扣，然后卸松了，卸松这样好过一点点。哎，最难的这一步已经过来了，我们就是把胳膊、脑袋、轮子这3个东西的避让逻辑找好的。第一步肯定是要先出脑袋，但是出脑袋的同时我们要避让胳膊，胳膊全腾开了之后再回收轮子。现在其实都解锁开了，就是收纳背包了。先把这个小角角折回来，然后再往里折叠，再往里折叠，放成这个样子。这块折回来，旋转，再旋转。这里的这个小角角啊，不要忘了。没看清是吧？小角角先折开，然后这个角角折回来，这个角角这里也是需要一点韧性的。其实我不太喜欢这种韧性变形。好，把它团到一个最小的方向，因为只是一个单方向旋转，哎，往这儿放，这个小片片再合回来。现在这个背包，也就是把车头侧面的这一节全部又堆叠到了背包里边。捋清了这个顺序之后，然后整个的这一块面板的密合也有这么几个步骤啊，还是记住先后的顺序。第一步，我们先要把胸甲扣回去，胸甲算是跟这样去掏进去的一个回旋式。注意这2块很细小的零件，这下方这里是2个小螺丝啊。原版的那个第一批啊，这个小螺丝地方很危险，哎，注意避让。我们要把这个轴看到了没有，穿到这个凹槽里边，然后还有跟这些零件的解放，避让，哎，掏进来。差不多了，进来了。进来了之后，把这2个小的区域马上把它叠回去啊，要快，趁它不注意赶紧弄回去。哎，好，钉好了，然后把这2个边边掐在肩带上，算整个这里成为了一个整体。接着我们再往下扣背包的时候，这里的2个卡点先锁住，让背包这块方起来，先密合好。接着把这2个尖尖，这2个尖尖啊插到2个轮子的当中去。哎，这块还不能先密合，得跟这么掏一下。滑带推到底，哎，掏进来，看到没有？这2个片片的尖尖插到了轮子的中间，然后这里的卡扣，把背包密合好。再往前推到底，然后侧面这里的2个卡扣锁定，把腰甲侧面这里锁上，推，继续推，好，这回锁的差不多了。胳膊转位置，转正，然后手腕这里放回来。最后这里调整一下前方这个轮子的挡泥板的位置，放平，把头部这块脖子连同这个盖板卡扣这里定好位置，放下来。最后的背包跟着们翻上来吧，这里定一下，然后找双段关节，找啊，这个双段关节位置不对，好，把这块压回去，这2个小钩子勾到这个凹缝里。这边也是，好，要快啊！趁这个老师傅不注意，我们就变完了。最后再整理一下细节。好，经过了各种各样细致的调整，这款叉摄的
再版的重制杯子，基本上变完了就是这个样子了。整体来说，人形还是非常还原的，尤其我们跟设定稿来对比一下吧。从前后左右的各种视图来看，尤其这块背包做的确实是很还原的，我很喜欢这个造型，而且也算是用了里外面的切换。这个杯子的美型度来说，基本上属于目前来说比较高的了。但同样的，它的变形也是目前来说最难受的杯子，主要体现在上半身。这两条腿还好啊，它其实变形逻辑没多少。上半身的这些先后顺序的避让，以及各种杆子的一种连接的切换太难受了。可以说这个设计师也是那种不怎么考虑玩家的一个变形的需求，只是考虑最终的还原度的效果。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这款杯子处理完了以后，无论车型和人形都不错，但是它真的不好玩。它这个变形太难受了，如果你看说明书的话，会很难理解每个零件怎么去避让的，尤其对于先后顺序来说，还有一些细小的零件比较危险。所以呢，这个话题就回到了最根本的原因，这个还是设计啊。像这种东西，第一个它费成本，零件太多了，组装工艺要求的精度太高了，同时它的料子还必须得好，你稍微差一点点就会出现这个样子。这个原版的杯子就是因为精度不够，还有在一些细小的地方，这个料子的强度也不够。所以为什么要返工？为什么做这种反反复复的？你这个无形中又会增加了1倍的成本啊！所以在你最早审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这些因素全部考虑进去。所以这个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吧。将来再做新产品的时候，这个设计如何能把这个成本节缩下来，来把这个玩具的品质再从别的方面去提升，不要再在设计上面这样提升了。现在第三方的设计师，我那个时候在钢铁星的那一款飞机的时候，红蜘蛛的时候我就说过啊，第三方的设计师很少体会玩家的一个把玩感受，他们只是在传统的就是在设计的这个过程中，理论上是可以变形成功，但实际操作起来很难。所以第三方的设计师，马谡型设计师很多，纸上谈兵。可以说他们对于这种学院派的工程结构理解很厉害，大局观总揽，这么多的零件能把它拼出来2个还原的形态，很强，但不实用啊，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呢，这么多年的等待出来了以后，第一批的玩具素质又出现了大品质的翻车。不过这里也要夸赞一下叉社这家的一个态度啊，有问题出了问题解决问题，这一点是好事儿。而且叉社这么多年了，对于老 G1 的产品，他们家设计的这些角色，其实对于老 G1 粉丝来说还是挺感动的。它很多的零件对于 G1 的某个形态的还原，某一个桥段的还原，它都研究的挺透彻的。只是叉社在这个设计上边，如今还是陷入的那个怪圈里边，并没有出来。如果说不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杯子这个悲剧会再次发生的。这个也算是给叉社自家敲了一个警钟吧。这一回能把杯子的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一点是很好的。但是究其根本原因，你把设计的问题解决了，才是釜底抽薪，才能把叉社向更高的一个档次去推动。一直来说，叉社并不算是第三方里边的第一线梯队，可能一直在中上阶段左右的来回的晃点。为什么上不去？为什么不能让大多数的变形金刚粉丝去接受？也就是说，现在吃的是G1老粉的这块蛋糕，可能根源还是在设计上边。费成本是一方面，产品容易出误差还是一方面，而最终玩家的把玩体验，它不好玩，没有几个耐心去把玩的时候，现在的第三方设计师对于这个半手这2个字呀，实在是，你们多多少少设计完了玩一下啊，咱玩一下自己觉得变完了以后挺顺畅的，或者说你请身边的朋友们玩一下。因为你设计师你自己脑海里边怎么去构架这一款作品，
你自己脑子里边已经有了一个底子，所以你变的时候，可能一些扳手、一些难受的地方啊，你自己理解设计你就变过来了。而第一次把玩这个东西的朋友们，你看这说明书他是不理解的，所以这一块是一个玩具的第一印象的加减分的关键因素。所以总结啊，叉社近几年来进步是挺明显，态度也不错。其实有一些好的地方，大家也都有目共睹。但究其根本，叉社现在对于第三方里边，这个理念就是代表着复杂，代表着不好变，代表着凌乱，代表着设计师自嗨。这个也是大家对于叉社的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什么时候能把这一块难关攻破，可能叉社也就离一线梯队第三方更近了一步吧。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再见。